佢哋話要罰我哋10秒，我哋會喺 pit stop 度受罰。邊個啊？罰邊個啊？我啊？哎呀，罰你啊！你講笑咋？講笑。佢做咗我聽過世上最荒謬嘅事喎。我哋比賽之後記得去一去裁判房。比賽嗰陣到而家都係，就係呢個係賽車事故，我唔認為其中一方需要被罰。喺香港時間嘅星期六晚上，其實威廉士嘅 Instagram 公佈咗話，之前提交嘅複核判罰申請得直，Sainz喺荷蘭站同 Lawson 嘅碰撞係賽車事故，扣翻嗰2分罰分走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奇怪，點解睇翻車載鏡頭擺明係 Sainz 錯，點解可以俾佢推翻個判罰呢？我將會同大家一齊睇判詞，同時結合兩個車手嘅車載鏡頭，進一步還原事實，分析 FIA 點解有咁嘅決定，同時亦都分析Sainz喺意大利站嘅事故，究竟佢哋係咪判罰標準不一呢？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，會同你逐格睇翻，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個個重要時刻，用車手、車隊人員嘅訪問內容去同每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。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嘅策略同埋技術，知一場比賽入面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，咁就要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， 再撳個鐘仔上先睇 like 呢條片 share 俾睇 F1 嘅朋友，仲有在 comment，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。事不宜遲，今日 let's go！咁先簡單講翻 Sainz 同 Lawson 嘅碰撞，大家記得荷蘭站多部賽車因為發生事故，導致安全車好忙，多次出動。而因為咸美頓賽車喺23圈天雨期間，右頭轆上咗零舍濕滑嘅廣告上邊，之後就喺3號彎度甩尾，令到佢要扭右軚救車，救翻之後趕唔切避開右邊流離欄撞車，引發安全車。呢個安全車去到27圈時候完結，安全車重開之後，喺後邊嘅 Sainz 過終點線之後就開始進攻。跟住 Sainz 靠右扮想入內線，之後 Lawson 就即刻走翻住條孤寒線走埋內線，咁 Sainz 見勢就抽頭出外線。作為外線進攻嘅車手，喺剎車區之前都未前過 Lawson 嘅前轆，連塊鏡都未到啊！去到彎心都係前唔過，而因為之後發生碰撞就需要裁判介入，裁判就因為咁就判隻彎係由 Lawson 拎咗，如果有犯錯就由 Sainz 承擔主要嘅責任。而判詞上面都係咁寫，講明前轆咧從來都冇前過 Lawson 嘅前轆。Sainz 因為呢件事要比賽時被罰10秒，同時加2分罰分。但係聽 Sainz 嘅賽後講法，事情咧又好似冇咁簡單喎。佢當時咧就係咁講嘅，佢唔係第一次咁樣噶啦，佢好中意暴露自己位於事故當中，累埋另一位車手，只係確保唔會有車手同佢並排。所以我好失望，好沮喪，仲要俾人罰成10秒。呢樣真係接受唔到，我亦都唔明白。如果佢哋覺得我要被判10秒，咁我覺得呢個唔係 F1 裁判應有嘅水平。作為車手同車手會理事，呢個係一個我好關心同嚴重嘅問題。咁咧大家都覺得佢好唔鋸下啦，我諗大家之前都聽過呢個錄音啊。咁所以咧我都想睇下，究竟除咗我哋表面睇到嘅嘢之外，究竟有啲乜喺我哋 channel 以至荷蘭站嘅裁判都遺留咗嘅真相。喺意大利站嘅星期四，威廉士正式向 FIA 提出上訴，要求覆核呢個判罰，因為10秒已經喺比賽入邊罰咗，所以呢個覆核嘅目的主要係針對嗰2分罰分。喺威廉士每場賽後嘅節目 The Fouls Verdict， 中文呢都可能係 Fouls 一錘定音咁樣啦。顧名思義，節目係由威廉士車隊領隊 James Vowles 主持，抽出觀眾問題由佢親自回答。狼一般咧就以策略決定技術方面為主。當中咧佢就提到 Sainz 同 Lawson 喺27圈嘅碰撞，佢咧就咁講嘅。咁樣判罰喺比賽嗰陣，我真係估佢哋唔到。我比賽之後揾個 Carlos 傾下，跟住 Carlos 再去揾裁判討論一下發生咗咩事，點解啲裁判咁樣詮釋件事。而對我哋嚟講就係未來會係點，因為對我哋嚟講，我哋冇違反賽車嘅規矩。回顧翻場賽車，由比賽嗰陣到而家都係，就係呢個係賽車事故。我唔認為其中一方需要被罰。Carlos 當時唔係打算爬頭，佢只係打算逼 Lawson 靠住彎心收窄佢條賽車線，再為自己創造爬頭機會。而大家會望到 Lawson 望住塊鏡，而當佢咁做嘅時候，佢部賽車跣咗一下，佢呢一下橫向挨落 Carlos， 唔係佢特登撞落 Carlos 度，而係喺嗰一下佢稍為失去對部賽車嘅控制。原因係因為食咗前面法拉利所製造嘅尾流，但係呢個唔係特別 Carlos 嘅錯。裁判認為喺賽車指引規則入邊，喺前面同內線嘅賽車喺呢個彎度係有優先權，同埋可以向外擴充佢個出彎。所以我認為咁樣同 Lawson 短暫失控向橫擺咗一擺嘅睇法有異。
因為根據冇公開到而又廣泛流傳嘅車手賽車指引，的確咧要判邊一個車手拎到個彎道之前咧，獲得彎道優先權嘅一方需要賽車完全受控，加上唔好出界轉到個彎。所以如果威廉士車隊能夠證明當時Lawson係有一下失控嘅話，的確咧係有原因推翻呢個判決。不過又咁講啊，賽後 Sainz 都係覺得Lawson突然間特登襲佢，大家觀點與角度唔同咧，就有機會得出唔同嘅結論。而佢去到意大利站，仍然咧都係事故不斷。比賽13位起步嘅 Sainz 先用黃胎起步，而 Albon 咧就用白胎14位起步。而因為 Hülkenberg 壞車未能起步，所以同後邊嘅隊友 Albon 咧比賽開頭鎖喺12、13位。Sainz 喺比賽初段係兩部威廉士之中前啲嗰個，而佢哋因為其他車手較早入站換咗胎，所以排名已經上到第8、第9名。包括本身喺佢哋前邊18圈入站換白胎，首位起步嘅 Bamon。同時喺18圈，Sainz喺4號彎，因為剎唔到架車出咗去緩衝區，但係咧佢就冇跟翻好條線入賽道，俾人揪，最終咧就罰官方警告 reprimand。呢啲安全嘢咧罰警告唔罰時間啊，就偷笑啦。咁去到25圈，車隊見黃胎嘅 Sainz 一路都係咁頂死 Albon， 就出 team order 叫 Sainz 讓佢過。前法拉利嘅策略大師 Sainz 就同比賽工程師有一番嘅討論。指示喺4號彎度讓 Alex 過線，保持喺賽車線，保持自己喺 DRS。可以，但係如果係咁，點解我哋今圈尾唔入站換胎，俾我入嚟，等我唔使蝕咁多時間？指示喺4號彎鬆油，我哋想延長遲啲入，保持喺賽車線。我覺得我可以爭多啲，我唔同意，拜託。而家個情況係，如果你而家入嚟，你會喺5架車嘅 DRS 火車入面，你會困住喺入面，佢哋啲速度唔掂，你仍然都拉開緊佢哋，所以我覺得你要留喺出面等指示。好啦，咁我睇下 Alex 會唔會拉開到 OK。因為如果佢快啲，佢會拉埋嚟，所以我哋試下。睇翻如果 Sainz 當時即刻入嚟咧，佢就會跌落 Bortoleto 嘅後邊 ，Bamon 嘅前邊。但係 Albon 爬頭之後咧，速度係明顯好啲。更重要嘅係啊 ，Sainz 就唔係太跟到。28圈 Sainz 就話群喺啲車後面頭太死咗，咁差距拉開到29圈嘅2.4秒，所以唯有入站換胎，靜止時間3秒。換胎之後咧，喺 Bortoleto 同 Bamon 嘅後邊，慘。咁呢個位咧就好似有啲兩難喎，換又死，唔換仲死。咁但係咧都係喺比賽入邊追啦，去到40圈，Sainz就開始追近 Bamon， 期間咧有無線電提水喎。建議 T1 極速快佢11公里，俾我自己嚟。跟住去到3號彎 ，Sainz 明顯有優勢，喺外線剎車區之前已經喺前邊，不過 Bamon 咧都冇縮埋，所以當 Sainz 一轉咗嘅時候，兩架車就撞埋一齊。咁呢個咧就好明顯係 Sainz 贏啦，因為錢太多啦。所以如果要判，一定係判 Bamon 應該要縮，避免事故。而最終咧真係判咗罰 Bamon 10秒，再加2分罰分，差2分咧佢就要停賽。不過賽後咧 Nico Rosberg 就咁嘅評論喎，要罰 Carlos Sainz 啦 ，Oliver Bierman 有成半架車喺度，半架車啊呢個唔係得個頭翼喺度喎，係一個好明顯嘅距離喎。點解 Carlos Sainz 唔留啲空位啊？俾個原因我啦。睇佢咧就講到面紅耳赤咁，就好似好嬲咁，唔知以為撞咗佢添。不過咧講佢就未必好啱啦。咁可能佢16年就退休，冇收過 FIA 嗰份賽車指引啦。因為如果計翻呢個新規矩，點計咧都唔會罰 Carlos Sainz 嘅，條友咧真係唔識㗎喎。不過如果話罰10秒係咪太 harsh 咧，就的確可以斟酌下。但係呢排睇翻呢兩站，睇嚟裁判判罰咧都係一致㗎喎。咁我諗追求咗一致先啦。之前啊裁判判罰都係亂咁嚟嘅，搞到好亂。發生事故呢個圈 ，Sainz 大約唔見咗7秒，同時咧輸埋個位俾 Hajar， 當時咧跌落14位。不過比賽尾段咧啲圈都做得唔錯，同隊友 Albon 相比咧都1秒之內。喺賽車有損傷嘅情況之下咧都算難得，不過條胎都用盡啦，所以去到比賽之前咧都喺 Hajar 後邊完成賽事。而因為有3名車手一直等安全車，但係一直咧都等唔到 Gasly 等到51圈先換紅胎 ，Colapinto 同 Stroll 就等到49圈換紅胎。所以 Sainz 就以11名完成賽事，而最新嘅一集 Fouls 一錘定音，首先佢就回應過比賽期間 Sainz 講過放電唔掂嘅問題。其實唔係電池問題，平治提供嘅硬件係非常之好嘅，軟件同埋系統都係好嘅。問題係呢個系統同法拉利提供個系統都幾唔同。Monza 係其中一個比賽，你會發覺我哋有能量不足嘅問題，你只會想要有更多。喺平治嘅世界，你需要好保守，將能量喺準確嘅時間發放出嚟，而且仲有一系列嘅掣，揀用同唔用唔同嘅能量系統。呢個賽道亦都暴露咗我哋呢個缺點。
但係 Carlos 向我哋提供法拉利嘅情況，令到我哋可以改善我哋套系統。但係喺同一情況 Alex 就發揮出嚟嘅效果好啲，而當 Carlos 嘅系統經過調整，佢係可以爬到我呢頭。咁佢都有回應啊，如果冇咗呢下碰撞呢 Sainz 會拎到咩名次？第9名基本上係可能嘅，當然都係假設性噶啦。不過真係好有機會，如果喺一啲最極端嘅情況下，甚至可以第8。你都見到 Carlos 係有速度嘅，佢快過 Ollie 相比，佢前面嘅賽車都係有優勢嘅。至於佢會唔會爬到 P8 嘅 Bortoletti 頭，我唔太肯定。如果真係咁嘅話咧，即係兩個車手都會有分落袋，對於一個衝油車隊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成績。仲有佢哋用兩個唔同嘅策略，分別咧先用黃胎同埋白胎開始比賽。呢個方法咧可以等兩位車手互相掩護。如果早有安全車或者持有咧，都有機會可以覆蓋到。咁去到星期六嘅中歐時間晏晝2點35分，即係香港時間嘅晚上9點35分啦。FIA 咧喺網頁度上載荷蘭站64號文件，為上面講嘅覆核作出判決。判決確定啊，威廉士車隊同埋 Sainz 上訴得直，因為比賽罰嘅10秒時間已經喺比賽裏面罰咗，而判決亦都寫明啊，話裁判咧冇辦法更改比賽成績去賠翻呢個時間判罰，但係咧加上去嘅2分罰分就會獲得移除。至於有啲咩原因令到 FIA 決定咁做呢？首先一個上訴或者覆核要成立，申請一方就需要提交一啲新嘅證據，而之前咧係提供唔到嘅，亦都需要咧係關鍵同埋明確嘅。咁然後威廉士交咗啲咩證據呢？就係包括 Sainz 賽車上面嘅360鏡頭畫面、Lawson 賽車上面嘅後鏡頭同埋 Sainz 嘅弓詞。然後文件都多次強調啊，呢啲片段咧喺比賽時候拎唔到證據嚟㗎，因為咧佢要唔知點樣 download 部電腦度先攞到。而至於點解呢啲證據係明確同埋關鍵呢？文件指出啊，呢兩條片見到兩架賽車碰撞之前、之後，成個過程嘅相對位置。而 Lawson 車尾個鏡頭喺1號彎彎心之前，見到個車尾向左發咗一下，就係威廉士叫嘅發咗一下啦。跟住車尾左胎撞向 Sainz 右頭胎，跟住 Lawson 咧就再扭軚修正。咁我哋可以夾翻兩個車手事發時嘅車載鏡頭，影片上睇到 Lawson 個車尾就發咗一下，然後 Lawson 咧再扭軚修正，應該咧就係呢一下啦。咁文件咧都有提到啊，話 Sainz 嘅供詞咧都有解釋到呢件事點發生。啊，然後呢一段都值得提喎，就係話 Sainz 知道咧當時羅神咧係冇需要讓位俾佢嘅，甚至特登逼佢出街咧都仲得。如果出咗賽道爬羅神頭 ，Sainz 咧係需要自己讓翻個位。而佢都話當時喺賽道上咧已經預咗呢啲情況會發生，但係咧佢就冇預備到呢下失控喺兩車太近嘅情況之下導致撞車。而 Racing Bulls 晒油車隊除咗強調個彎係羅神贏咗，佢會有權責 Sainz 之外咧，而 Sainz 一定係要縮㗎。仲有否認賽車曾經失控，佢哋解釋咧車尾咁樣發一發喺換咗新胎或者安全車重開嘅時候發生，唔係罕見㗎。咁所以 Sainz 應該都係比賽之後睇翻片段咧先會得知呢個結論啊。因為大家聽翻 Sainz 無線電同埋賽後講嘅嘢，佢當時咧都好大機會唔係咁諗。咁相信大家睇到呢度咧，大家都會有唔同嘅睇法，歡迎大家留言講下。其實呢個上訴處理咧，咁我就係 call 翻 Sainz 同埋威廉士嗰邊，咁因為俾威記啊揾到個 point 嚟打，疑點利益嘅歸於被告。反正比賽都罰咗10秒啊，咁你想打走嗰2分罰分，咪有利咯。到大家都可以有下台階 ，FIA 又可以話：哇，我有新證據啊，望到啦，好啦，我咁我決定改判啦，未至於冇面。而威廉士嚟講啊，揾到個 point 嚟打觀點，打走車手嗰2分罰分咧，都算係咁。同時亦都可以令到車手鋸啲喺賽道上面啊，都可以平靜翻啲。不過唔知 Sainz 幾時先可以真係做翻個 smooth operator 啦。咁其實咧 Lawson 呢個失控嘅講法咧，喺荷蘭站嘅回顧片 comment 欄一個觀眾講先嘅，能夠建立到呢個平台咧，可以同大家深入咁樣睇比賽、睇策略，同埋理解唔同嘅技術咧，真係令我好有滿足感。咁同埋 Sainz 比賽無線亦都令人深刻喎。工程師首先會分清楚係指令同埋建議，等個車手咧少一樣嘢諗。溝通藝術嚟講咧都幾值得研究。咁到最後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like 呢條片，撳個鐘仔先看，分享俾身邊睇 F1 嘅朋友睇，再 comment 少少嘅支持，多多嘅鼓勵。咁啊之後再見，拜拜。